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支视频呢是一个重录的视频，因为之前那支视频大家也没有看到哈。为什么重录呢？出了一个新款的产品，就没有把这个东西讲上，就觉得不行。金牛座真的很钻，你知道吗？来看的这个题目就知道，我们今天就讲雅漾的这个大白霜哈，就是它这个特护大白霜和理肤泉的这个 B5到底应该怎么样用，两者有哪一个好？有什么不同？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做到最大限度的去使用这些修护产品？那首先呢，它们两个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这些修护产品大部分都是富含矿物元素的。那我们知道哈，比如说我们的死海泥呀，这为什么死海泥可以对皮肤可以滋养呢？就因为它里面含有充足的这种矿物元素。还有比如说山泉水呀、矿物水呀，还有现在很多护肤品里面加的一些什么冰河泥，就像我们在温哥华加拿大应该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冰河泥了啊。那再加上有冰川水，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富含了矿物元素。而矿物元素是什么呢？矿物元素就是我们细胞的营养。那我们的血是什么？就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这些营养进入血液里面，血液再输送到我们的各个细胞当中。那我们细胞当中需要的这些东西啊，这种微量的这些东西啊，紧着我们重要的这种器官先输送。那到皮肤上之后呢，就很有可能去缺少这些矿物元素，尤其是和我一样有这种贫血、血虚的女生们，那你的皮肤就可能会缺少这些矿物元素。这些矿物元素啊，它到我们脸上之后呢，我们皮肤并不会直接的就去吃掉它，去会吸收它，把它转化成我们细胞里的营养，而是会缓慢的释放出它的微量的这种矿物元素。那这些东西呢，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为我们的细胞补充一定的营养。所以你看到大部分的这些所谓有修护作用，包括海蓝之谜哈，逃不过的就是它们都是富含矿物元素的。那大白和这个 B5是一样的，都含有矿物元素，给我们皮肤细胞补充了足量的这种营养，让我们的皮肤细胞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加强。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代谢功能啊，我们的愈合功能啊，我们的抗炎功能啊，我们的抗菌能力都会随之增强哈。不同的是什么呢？理肤泉 B5呢，还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葡萄糖酸镁和葡萄糖酸铜等葡萄糖酸这一类的这种矿物元素。雅漾大白呢，它就含有氧化锌、硫化铜、硫化镁和硫化锌，所以它们的成分类型是不同的，但是起到的效果，就是起到的功能，就是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它的相同之处。那不同之处是什么哈？B5，关于 B5 所有的好处和这个成分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哈？它能起到抗老的作用啊？到底要大家想知道为什么的话，现在我专门出了一支 B5 的视频，大家可以看完这支视频再去了解一下。那它除了有 B5 之外，它还有乳木果油。那乳木果油呢，也是属于非洲传统的治疗皮肤疾病的植物油成分。我觉得乳木果油大家应该是都非常熟悉的吧，就是在很多护肤品里面都会有这个东西，有它强大的这种保湿和修护的能力。乳木果油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大家知道维生素 A 我们经常说这个 A 醇 A 酸，它到达我们皮肤之后，它被我们皮肤吸收进到我们细胞里面的形式就是维生素 A， 所以它这个乳木果油本身它就是富含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E 首先它有强抗氧化的作用，这个不用我多讲了哈。再一个呢，维生素 E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护成分。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早 C 晚 A 已经流行了好多年了，在这流行的过程中，很多姐妹们都已经上传下传。为什么会下传呢？就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皮肤受到了这种伤害，就过度的剥落角质过度的使用这种强功效型的产品，对我们的表皮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损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现在我们想到了这个 B5 了哈， B5 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了。那接下来之后呢，
VE 会不会流行起来呢？那这种比如说这种 B5 也好 ，VE 也好哈，这种东西呢，其实商家他不会去哄抬它的。为什么？因为像这种维生素这些东西，每一家每户都是可以用，而且这个成分又非常的便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对吧？所以商家是没有办法把它单独拿起来，就是当成一个重点的一个成分去炒作的。这就是为什么商家如果不花钱炒作，不花钱买流量，我们平时也看不到。但是在这里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如果你是皮肤比如说有疤痕啊、痘疤严重啊，或者是你的身体任何地方，比如说刀伤啊，或者是烧伤啊，做手术的这种伤口啊，这个 C-section 就是你这个剖腹产的伤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让它愈合好的时候，都可以用手涂一点 VE 在上面，都可以帮这个伤口起到愈合的功效。所以 VE 呢，它不仅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修护作用。第五呢，还有一个成分就是积雪苷。积雪草呢是源自于欧洲的，也是属于他们在他们的 culture 里面，就是他们的文化继承下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可以增强皮肤愈合力的这么样一个植物成分。它就跟咱们的中药是有点相似的，都是祖上传下来的。那放到现在哈，发现它确实，比如说它有抗炎的功效啊，杀菌的功效啊，增强你的皮肤愈合力的这样的功能。大家有时候会发现哈，就是很多修护的产品上面都有 CISA， 就很多人认为这个 CISA 哈就是含有积雪苷的修护产品，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积雪草、积雪苷这个成分的话，还是要看一下它后面的配方表里面是不是含有这个成分，不要看到了 CISA都以为是含有积雪草，并不是这样子。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积雪草，对于我的皮肤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它对于皮肤的稳定、皮肤的去红，尤其是你刷酸过度之后哈，你皮肤开始有一个泛红的状态的时候，它可以非常快的帮你去起到一个镇静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里面含有的这个葡萄糖酸类的这种矿物元素哈，海蓝之谜也特有的，而且它们这个葡萄糖酸什么的这种矿物元素很多被运用到大牌的修护线上。雅漾的大白呢也有它惊人之处，因为它有一个他们家的专利成分，就是从他们家的这个泉水，大家知道雅漾就是出这个水的，对不对？就是从他们家的这个泉水里面的微生物发酵的产物，因为它是专利的，所以这个东西只有他们家有。但是大家仔细点可以发现哈，他们家所有带这个专利成分，接下来紧接着后面就是挨着这个专利成分那个字儿的屁股后面就会写一个精氨酸。那精氨酸是什么？精氨酸是合成我们胶原蛋白的一个氨基酸，它不仅可以合成胶原蛋白，咱们也不指望擦到脸上它就立马能在皮肤里面合成胶原蛋白。但是呢，精氨酸对我们人体是有非常微妙的作用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精氨酸对于皮肤来讲，它可以加速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可以加速我们的皮肤的愈合，起到镇静皮肤的功效。那他们家所有的修护类的产品都含有这个东西。除了这个成分之外呢，就是这种足的这种矿物元素。对于雅漾的功效 B5 并不能完全的取代，那 B5 的功效呢，雅漾也不能完全的取代。咱们想想这个发酵产物，你熟知的有几个？比如说 SK2 里面这个发酵产物大家知道的哈，然后还有海蓝之谜里面也有这个发酵产物。那是不是相比起来，人家雅漾专利的发酵产物真的是非常良心了，对不对？大家知道发酵这个东西，它主要是含有大量的这种益生菌。那益生菌能干什么呢？它首先可以帮我们抑制我们的脸上有害的细菌，可以帮我们平衡我们脸上的这种有益菌，就是打造成一个健康的一个菌群的生态。再一个呢，它有明显的可以去红消炎。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强大的这个保湿的功效。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这种发酵菌这种东西，它都有很强的这种保湿功能。之所以要录这个视频，就是因为雅漾出了一款新产品，它里面的主要的功效都是一样的，但是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大白这么白同时呢，它还加入了乳木果油，就是这个
B5里面的这个乳木果油。那同时呢，它还加入了角鲨烷。那关于角鲨烷、角鲨烯的视频，我之前有专门跟大家出视频讲过，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还加入了这个烟酰胺的成分，所以它更像是一个2.0版本，它既减少了这种油润感，因为这个里面是有矿物油的，它把这个矿物油拿掉了，里面就是一个甘油质地的，所以它不像这个这么糊脸，然后减少了这种泛白的程度。那同时它又加了这个角鲨烷的保湿啊，更适合敏感肌的这种保湿成分，然后也加了烟酰胺跟乳木果油，所以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一个继承了这个1.0版本的这种去红消炎和这一系列的修复作用，同时又加强了保湿的功效。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矿物油的感觉，然后不喜欢这种泛白感，这个上面这个是它以前的老款，就是非常厚重，然后有一点点泛白。其实我擦还好了，我自己没有那么太 care。那这个呢，你看它就没有什么泛白，就完全是一个甘油质地的一个乳霜的状态。这就是它俩的区别。那主要的修复功能都是相似的。雅漾大白应该是他们家的最明星的产品了，除了它那个喷雾哈，当然了，也是他们家最实惠、最划算的产品。后来他们家越出产品越贵哈，我之后会出一期专门讲雅漾里面值得买的产品哈，为什么值得买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关于这两个产品怎么样选择哈，如果你的皮肤就是在正常的状态下，突然出现任何不正常的状态，比如说突然长疹子了，小朋友突然花粉过敏了，比如说我儿子，这个时候呢，雅漾就更胜一筹。它的去红和平定的速度来讲的话，是要比这个 B5 要强很多的。那作为急用去红，然后去除所有不该发生的这种问题的话，那我认为雅漾是更好使。但是如果你是日常，比如说抠破痘痘啦，比如说刷酸过度啦，比如说你这个果酸焕肤之后哈，我之前有出10天果酸焕肤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很多姐妹们看了我的视频之后，都也去做了10天焕肤，得到了非常惊人的这种效果哈。但是不要贪杯，如果你贪杯出现任何的这种翻车的这种状况，都可以去用这个理肤泉的 B5，它可以长期的帮你做一个维稳。那美中不足哈，就是这个产品呢，它真的它比那个大白还要白。这两个产品哈，就官方来讲的话，都是可以长期使用，并不是说只能用于这种急救哈。那 B5 呢，我自己就更习惯于去长期使用它，就遇到什么样皮肤不适的问题，我今天晚上我就不用其他的东西了，我就只用一个 B5。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个泛白黏腻的这个状况，那他们家还有一个啫喱的 B5，就跟它的基础功效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拿掉了那个泛白，也拿掉了里面这个乳木果油的成分，就更适合这个油性肌或者是痘痘肌，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而且非常的舒服。它这个啫喱的质地呢，也是甘油质地的，也就是说雅漾新出的这一款和理肤泉的 B5 啫喱这一款，它的 base 就是它的整个乳霜的 base 都是以甘油为基底的。希望你看完这支视频，你把2个产品最好都买过来，因为我们都是贪心的。反正我自己是这样，我很贪心。我如果皮肤有状况的话，晚上用这俩，然后白天用这俩。我相信你们可能也会这样子。以上就是今天视频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